在美国航母再闯南海之际，我国的高分光学卫星又一次准确地捕获到了美航母的踪迹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这马上要过春节了，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又跑到南海地区没事找事儿了。这次尼米兹航母战斗群从菲律宾海以东进入南海地区，看样子美军航母打击群极有可能在春节之际搞事情。不过对于美国航母的动向，我们自然是一清二楚的。这次美国航母跑到我们家门口，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活动的。在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的当天，我国的高分辨率卫星就清晰地拍摄到了美国航母的高清照片。中国卫星精准捕获美航母踪迹，南海上空尽收眼底，可全程动态追踪美国航母。外界分析，中国有着强大的卫星侦察体系，能够实时获知美国航母的具体方位。只要美国航母处于解放军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，解放军有能力击沉航母。此前，中国的民用卫星麒麟1号就成功地拍摄了美国海军基地的高清照片，顺带拍摄了美国航母的高清动态画面。可以说，现在即便是我国民用卫星的精度，都能够分得清美军航母舰载机的具体型号了。现在军用版的高分光学卫星在性能上还要更强。目前，中国已经拥有了6颗以上的高分卫星，分辨率可以控制在米级的标准范围。可以说，军用卫星给解放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尤其是先后发射上空的军用侦察卫星。这些卫星是中国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的核心武器装备。美卫星对于现在的解放军而言是不可想象的。比如说，在冷战时期，解放军无论是面对苏联还是美国的海上威胁，能力是十分有限的。哪怕到了90年代，解放军也没有能力掌握美国航母的动向，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反航母能力。这也是96年台海危机，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敢跑到中国家门口进行挑衅的主要原因。尤其是要在海上寻找航母是非常困难的。过去要在茫茫大洋上找航母的难度比海底捞针还难，但是在现代军用卫星网络的支持下，对海洋舰船目标进行广域长时间监控动向，的确是比冷战时期更容易了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当然，有网友认为卫星搜寻航母的方式就是茫茫大洋中寻找，全看运气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观点太不靠谱了。要知道，全世界海洋面积3.6亿平方公里，卫星能扫得过来吗？实际上，从航母在港的时候，卫星就已经开始接力跟踪航母了。比如，美国海军的航母个个都是10万吨的大家伙，能够供这种大家伙停靠的港口，全世界也没多少个。只需要动员卫星紧盯这些港口，自然可以通过卫星网捕获到美航母，并且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实时监视。而且正是因为有了卫星组网的成功，才让解放军拥有了靠谱的反航母能力。如何发现航母的动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比如俄罗斯之前宣称要搞中国版的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，但是俄罗斯根本没有构建一个相应的反航母侦察打击综合体系。俄罗斯缺乏足够数量的海洋侦察卫星，缺乏侦察能力，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军队的反航母能力。毕竟，首先你都不知道航母的具体位置，何谈反航母作战呢？而中国北斗卫星已经组网成功，可以通过较为先进的高分光学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卫星，前者通过清晰的图像分辨航母。这种类型的高分光学卫星不会受到电子干扰，但会受到气象条件限制。在恶劣的气象环境下，对航母的监视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。这时候就该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卫星发挥作用了。这种卫星受天气影响较小，并且采用雷达成像方式，精度更高。当然，这里也不是说现代卫星就是无敌的，卫星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万一因为恶劣的天气环境，敌方强烈的电子干扰，甚至是反卫星导弹，卫星可能暂时无法发挥侦察作用。这时候，解放军还有专门的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，可以通过轰六空射的方式，对其可疑目标进行大范围搜索。所以说，
现在的美国航母要想对解放军确保全程隐蔽行踪是非常困难的，解放军搜索美军航母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。因此，别看这次来南海耀武扬威的美国航母战斗群气势汹汹，实则咱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，并且招数还不少。